好，今天纯军事的消息要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这款是来自于大陆的激光武器系统，现在说可以称霸整个海上的防空。我们要来看到它就是燎原1，可以碾压美国的武器太阳神，全球最强末端防御武器正式开启。今天带大家来特别看到，因为最近确实它在中国大陆的电商平台上面有几款商品特别火爆，一上架就销售一空。那么它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在军事圈被称为燎原1号的这款武器。那么它的激光武器可以碾压美国的，这是来自军事专家的认定，碾压美国的太阳神，荣获全球第1的激光武器的称号，更是海上末端防御的新宠儿。我们先来看到它的一些功能跟它的重点的数据。首先，在它的核心优势上面，它的光束发射器的口径确实比较大。如果跟美国的武器相比的话，品质就能够大幅的提升，而且让打击力变得更为强大。那么在扩充的进化上面，也预留了电力可以做扩充的空间，未来就可以提升它的输出的功率。重点是它的成本极低，而且反应力非常的快，在对抗大量低成本之下，它可以打击的就是包括了这是来自于无人机，敌方的无人机如果蜂群做攻击的话，还有这些反舰飞弹做攻击的话，它就可以开启海上的防空无限弹仓的模式。所以节目一开始请教华干哥怎么看燎原1如何让解放军具备全球最强的反制力？刚刚提到了嘛，它的优势包括它的低成本、效率高，能够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末端防御上带来什么样颠覆的改变？好，燎原就是雷射武器啦，就是激光武器哈。激光武器就是呢不用子弹的，好，在不用子弹的情况底下，那你要发挥非常集成高效的功率，你才能够发射到，比如说舰队外面10公里、12公里、15公里啊。也就是说，那个范围，老实讲一句，虽然说不远，但是那个就是最后手段。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必须要取代近迫防御系统。什么叫近迫防御系统？就是所有的主要战舰，现在所有全世界的水面战舰都有配备近迫武器系统，就是飞机或飞弹已经打到你的头上了，你现在大概只剩下30秒可以活，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反应过来？就是靠这种雷射武器，或者是近迫武器。我上次有说过，你近迫武器像我们中国海军配备都是 AK630、AK730，现在最好是 AK1130，它还是打炮弹的。每次一打出去，满甲板都是炮弹，不经济，而且怎么讲？它也许有效，可是那是生死关头。那现在 LY-1这种燎原武器呢，它是用高集成的电力组合。那好，那它现在已经在昆仑山级登陆舰上面试验成功了。美国也有太阳神在哪里？在它的圣安东尼奥级登陆舰上。为什么这2个国家都用登陆舰来测验？因为登陆舰大，才可以办法装得进这么多电力的发电系统。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看画面，燎原这个卡车这么大，它那个发射器这么小，为什么卡车需要这么大？体积大概是它的7、8倍大。为什么？因为整部卡车都必须要集成电力。那所以说，其实说句实在话，燎原走在美国太阳神计划的前面好几波。为什么？因为美国始终没有办法让这个集成技术达到最优化。你要真的最优化，你才能够真的可以实现说，我今天在船上面是有效的装备啊。不然的话，我跟你讲，我还是要用硬武器，也就是方阵近迫系统，那个最有效。为什么？因为它不会故障。燎原系统它可能是会故障的，你要知道，因为电力集成一定会故障。那单纯的枪，它拿起来，它不会因为天气啊等任何因素而不能打，对不对？所以枪炮是稳定的，雷射武器、激光武器是你不能够完全保障的。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这么好，所以我今天真的非常怀疑，它这么大的车它都做出来了，它可以在以后安装在船舰上面的话，对于未来海战的规模，为什么？因为雷射武器不用成本啊，它就是发射一道雷射啊，发射一道激光，连子弹都不用，所以它不用成本。只是现在的研发成本非常贵。
大陆出得起，美国出不起，所以太阳神你就落后啦，就是这么简单。是好，那燎原现在出来之后，马上就有这个国际订单，现在有希望拿到了。他是谁？他就是巴基斯坦巴铁呢。现在这个高层自己出来亲自证实了说，表态想要把燎原1纳入他们自己的国防体系。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次在印巴空战之后呢，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武器就有非常好的印象，因为当时靠的是大陆的 LW30激光系统，成功的打下了80架的印度的这些无人机，所以他们现在希望能够买这种升级版的燎原，那也趁机把大陆的系统推向国际。那当然了，两个重点，就第一个，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它可以弥补它自己的空防系统的一些缺陷。那第二件事情，中国大陆就可以借由这些实战的数据来升级自己的这些雷射武器的系统。那可是重点是，中国大陆会愿意卖吗？那如果真的卖了，然后有实战经验，大家就在看说，上次歼10C 卖得很好嘛，燎原有没有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大师怎么看？对，当然是有可能的话，因为巴基斯坦，我想现在很多国家买这种激光武器哈，因为它是所谓这种末端拦截了，它不是所谓的这种高空拦截、中段拦截，它是末端拦截。末端拦截的话，它这个武器真的它的成本蛮低的。我看了一个数据说，它每次就是说击发一次成本是$1。当然它的钱是在那个研发中，可是它使用的时候击一次是$1。那就是说它可以10公里这个5公里的话，那现在我的研判，它最有效的应该是打无人机。因为无人机说起来，它的速度慢，然后呢，它这个飞的不是那么高，它在最末端的时候你现在看在俄乌战场上，有时候无人机有人是用枪打，对，有人是还有人用什么东西把它飞进你的小无人机是用什么东西把它打下来。那你如果有激光武器的话，成本低，那你不必是很大型的，你可能就中小型的。你在这种重要的据点的防卫的时候有激光武器的话是蛮管用的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激光武器，主要是讲它这个所谓的这种舰上使用的，那就变成它这个不需要具备大量的弹药，因为你要看这种最后的末端的防御体系它比如说以前那个我们用这种75快炮，噼啪1秒钟就给你打好几发出去的，啪啦啪啦一开就是那个子弹就跟那个炮弹就跟什么就跟那个什么制造就是好像跟那个爆炸一样全部都是那个炮弹。可是你用这种的激光武器的话，你就可以怎么讲？就可以省了很多的钱。那中国大陆激光武器这个燎原1这次在这个93军演的时候，这个出了大风头，其实他之前也有，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已经买了激光武器。那我自己认为，就是激光武器可能大家最后会对它最欣赏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对无人机在战场上的那能够发挥的效用。那可能就变成就是说会是新形态战争里面大家会认为是对抗无人机的一个利器。有关现在这个激光武器，我讲在中国大陆，我看到一些报道，包括研究论文。大陆上发展很多，他们还是有很多军事论文。它基本上2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航太，有时候现在对于大陆的激光武器是放在卫星上，未来作为有攻击性的武器，这一块现在也是推进的很深远。那外界当然所知不多。此外的话，就是配备在现在的传统，我们知道刚刚船舰上，以及现在包括这一次93阅兵当中已经看到，就是在战车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很明显，没有说像刚刚大使讲的，就是为了无人机。都知道无人机是未来战争当中非常非常主流的，包括机器狗，不要说那些无人机，还有无人机、无人载具，类似这样无人飞机这样子的。那这些东西未来的高密集，我们经常听到，包括美国都要买什么乌克兰那些乱七八糟、很破的那个所谓的那些无人机，都要买几万架所以美国会乱买这些东西吗？没有，不知道会不会买，但就知道未来可能无人机的攻击是几千几万架出现的。你没有办法就传统的弹药打了，一定就是雷射武器。所以雷射武器作为防御性，我们现在其实已辗转听到，包括在一些网络上都有听到说，现在所有
能够放的，因为无人机会攻击所有的一切，从空军、海军，包括到陆军，因此它核心的配备本身来讲，其实多方面，我相信中国大陆是全面推进的。只要无人机、无人狗这些再推进，全世界这一些中国大陆在雷射部分一定会领先。当然，最后要讲的部分是，在有关于雷射部分，其实中国为什么有优势？都知道，刚刚前面干哥讲，能源、电力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每发射那个雷射，不是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这么管一个光柱啊，人家就是可能就几毫米、0.几公分，砰，把你打穿，你那个无人机或你炸弹就烂掉了。所以它其实这种集中式的东西有2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我过去其实参与这个中国大陆的新能源，我非常知道这个后面就是巨大的电池。所以这个电池系统你如何密度很高，要比新能源车的集中瞬间密度更高，要有很新的技术跟很新的材料哦。它可能不只是一般的锂电池而已哦。其次，每打一发很热，因为它很迷中冷却系统。其实美国之所以雷射系统，包括雷射武器，一直始终没有办法控制，除了没有厉害的电池，你除非在船舰上你有一个供电，特别是核动能的部分的航空母舰之外，可其他的东西你电池能够装多大？所以这里还有冷却系统啊，否则在这个战车里头，你一直发射里头就热到爆炸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锂电池最近都是全世界什么旅馆锂电池都在爆炸发热嘛，所以这里头冷却系统一直是美国没有办法突破的关键。而中国大陆很明显，这几年雷射武器之所以大幅度的突破，就是在于他们找出自己雷射的系统。当然最后还有 AI 晶片控制了。我觉得 AI 晶片控制在现有的我们从沙特阿拉伯在防御的时候已经用到大陆的这个雷射武器当中，很明显非常厉害。所以这里头已经不是人在找了，它完全就是 AI 在找。我个人认为，现在所有 AI 导入到整个以中国大陆的武器系统，除了无人载具、无人机。AI 晶片一定进去，另外最快进去的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激光雷射系统，在 AI 的技术一定在这应用才可能来对付这些无人机总体的需求。我想这个部分的雷射武器的总体的部分的推进，中国大陆的领先程度，当然我相信这方面其实美国也有它，或欧洲也有它雷射相关的传统的积累。但是武器化还是回到那一点，体系化作战。因为这里头一旦当我们看到雷射武器，它再也不太可能是人一枚一枚的再打下来再打。